当中国天王出席韩国顶级颁奖典礼，将会是什么画面？看到妈妈2025官宣要把场子搬回香港，还要把周润发这尊大佛请回来，我的第一反应不是爷青回，而是觉得韩国人这次真的急了。这哪里是简单的致敬经典，这分明是韩流在经历了10年的虚假繁荣后，急需找块遮羞布。你看看现在的韩娱圈，2代团养老，3代团单飞，4代5代团除了在短视频上扭扭胯、假唱划水，还有几个能镇得出万人场子的真巨星？妈妈这时候把周润发请出来，说白了就是因为自家的 idol 撑不起台面，必须要靠咱们的天王来技术扶贫。再回到10年前，去看看那时候的妈妈，那时候的妈妈还是亚洲顶级的音乐盛典，但真正让韩国人见识到什么是降维打击的，还得是咱们中国这几位天王。先说2013年那一年的嘉宾是郭富城，那时候的郭富城快50岁了，按理说在这个年纪，大部分韩国 idol 早就退居幕后或者发福了，但郭富城一上台，直接给当时台下的 EXO、权志龙这些后辈上了一课，什么叫亚洲舞王。他没有带一大队伴舞搞人海战术，就一个人一段长达1分钟的 solo 秀，每个动作都干净利落，卡点精准到令人发指。最后那个致敬迈克尔·杰克逊的招牌定格，气场强到直接把妈妈变成了他的个人演唱会。台下的鹿晗、张艺兴那时候还是刚出道的新人，看着台上这个比自己大2轮的前辈，眼神里全是没见过世面的崇拜，这就是差距。现在的 idol 跳舞是为了方便大家在 TikTok 上翻跳，动作碎幅度小，而郭富城跳舞那是实打实的舞台统治力，是靠几十年如一日的自律练出来的童子功。到了2014年，妈妈玩得更大，请来了刘德华。这一年韩国人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举国追星。你可能无法想象刘德华在韩国的地位，90年代的那部《天若有情》，刘德华骑着摩托车的造型是所有韩国男人的终极浪漫图腾。当大荧幕上放出那张经典剧照，刘德华穿着黑西装缓缓走出来，现场的欢呼声不是尖叫，而是带着一种朝圣性质的轰鸣。最精彩的是台下爱豆们的反应， EXO 的朴灿烈看到刘德华的那一刻，下巴都快要掉到地上了，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，就连平时拽的258万的权志龙表情管理都失控了。刘德华甚至不需要表演，他只需要单手插兜站在那儿，那气场就足够告诉韩国人，流水的爱豆，铁打的天王。紧接着是2015年名场面巅峰周润发。如果说刘德华是韩国人的梦中情人，那周润发就是他们的精神教父。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，风衣墨镜双枪，这个形象在韩国简直就是偶像中的偶像。2015年的妈妈，周润发一出场全场起立，他给 BigBang 颁奖，权志龙带头，5个当时红透半边天的顶级 idol 整整齐齐的给发哥来了一个90度鞠躬，周润发一句棒棒棒，直接燃爆全场， bang bang bang， 还诞生了跟鸟叔一起跳江南 style 的百亿镜头。那一晚，周润发用实际行动告诉了那帮化着浓妆的小鲜肉，真正的巨星是可以跨越年龄、跨越语言，甚至跨越国界去收割膝盖的。到了2016年，压轴的是慈善天王黎明。韩国人管黎明叫永远的贵公子。相比于前几位的霸气，黎明主打一个儒雅，他不用做任何夸张的动作，往台上一站，那种老派港星特有的贵族气质，直接把旁边那些染着5颜6色头发的 idol 衬托的像是发廊小弟。当年有个说法，黎明在韩国巅峰时期，只需要看镜头3秒就能让全韩少女沦陷。张艺兴在台下激动的跟队友疯狂安利，这是黎明4大天王，我的偶像，那种自豪感隔着屏幕都能溢出来。回顾这4年，你再看看现在的妈妈，是不是觉得有点像过家家？为什么2025年妈妈非要把周润发请回来，甚至要把场子搬回香港？因为 K-pop 真的到了至暗时刻。以前的2代团、3代团 BigBang、To Anyone、少女时代，那是真神仙打架，真有作品，真敢全开麦。现在的 K-pop 呢，流水线生产到了极致，歌曲全是拼接感极强的噪音，舞蹈全是没有任何美感的广播体操，爱豆长得像连连看，业务能力全靠修音和运镜。BTS 入伍的入伍， Blackpink 单飞的单飞，新出来的团在国际上除了粉丝自嗨，路人盘几乎崩盘。去年的妈妈在东京巨蛋版收视率惨淡，韩国本土都没有多少人看。这个曾经号称亚洲格莱美颁奖礼，现在已经被网友戏称为分猪肉大赏。他们发现光靠那帮只会比心媚粉的 idol 根本撑不起亚洲盛典这个名头，他们需要镇山之宝，需要那种一露面就能上全球热搜，能让路人也停下来看2眼的真巨星。而放眼整个亚洲，能有这种跨时代统治力的，还得是当年那帮香港巨星。请周润发回来，不仅仅是怀旧，更是妈妈在向市场低头，在向影响力求救。这其实挺讽刺的。韩国人折腾了20-30年，搞文化输出，搞造星工程，结果到了关键时刻，还得靠咱们中国的上古大神来给他们的颁奖礼贴金。周润发2025年重回妈妈，这部
仅仅是一个颁奖嘉宾的回归，这更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。流量如水，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真正的传奇是可以跨越时间，甚至跨越偏见，在他人的主场依旧享受着王的礼遇。对于现在的韩娱来说，与其说是他们邀请了周润发，不如说是周润发给了他们一个面子。